菲律宾现在其实他也是骑虎难下。然后讲小马可仕就是你想要玩三角形，可是玩得非常拙劣。东盟的外长会议之前，小马可仕才找了景权来说，我们两国应该如何如何啊。就讲完之后，就去把这个民主礁，也就是黄岩岛，直接去跟联合国申请。问题是这个岛现在谁在实质控制？中国大陆你觉得中国大陆会怎么做？那我也拜托我们中华民国的赖清德总统。讲两句话吧，这是我们的领土日本的小泉进次郎他是防卫大臣嘛，他公布了防卫白皮书，在昨天中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是说中国是最大的战略挑战。那北京这边也有回应，这是中国大陆的国防部发言人，他说这是日本大肆在渲染周边安全危机，炒作所谓中国威胁论哦。你看到你来我往，双方其实过去好几个月从高市早苗上任之后，一直到现在，关系都非常紧张。而日本民间怎么看呢？我们先来看看日本长崎有32个市民团体，昨天开了一个记者会，他们就是担心小泉进次郎发表的永和论，他们很怕战争卷土重来，所以他们说了，绝对不可以允许日本政府推动修改安保3文件，还有无核3原则。你可以看到民间有这样的担忧，可是中日的冲突至少在外交上面我们看不到尽头。包括8月8号开始呢，那日本对中国、南韩镀锌钢板征收反倾销的关税所以这是随之而来的经济报复像是从这个南韩中国进口的这些热进镀锌钢圈这些钢板方方面面它都会收一些反倾销的关税而且这个关税非常高，税率有30%到5%。那另外我们看到这个经济上面的武器，当然各国都在用日本政府呢就说要做一个反制经济胁迫的机制然后同样的是以中国为主要的假想对象，为什么？因为中国大陆对于稀土各个方方面面已经对日本展开了制裁所以主要针对中国可能施加的经济施压日本希望能够有一个反制。可是同样的民间的企业他们很担忧有80%这是民调，80%的日本企业主管担心稀土采购那有一些民间的网友也认为高市的鹰派的作风、扩军的可能性都搞砸了对外的关系，包括跟中国大陆的关系。像这些企业主呢，在这一项调查结果显示，有将近4%这将近50%的受访者认为采购不确定是经营的问题。那有36%认为是经营的风险，只有4%的受访者说没有问题，没有感受。所以这个未来这个各个外交上面经济的手段呢，大家可能都要有一些应对的方式。另外，菲律宾最近在南海的动作也非常多，他向联合国提交领海基线，所以他已经做了嘛。那中国大陆当然也祭出一个16条新规的组合拳来做反制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南海这个地方这个是菲律宾先在黄岩岛。还有这个它的周边海域，黄岩岛就是我们的所谓的民主礁嘛的官方航海图，它交出去了。那中国大陆立刻就痛批说你菲律宾本来告诉我说要管控分歧假意要跟我做一些协商或者是相关的一个谈判，结果现在转头就向联合国提这个所谓的海图所以他认为菲律宾言而无信可是菲律宾现在看起来。不晓得是不是因为他们的政策的关系，他现在对中国大陆也蛮强硬的至少在口头上，你看他的国防部部长3番2头都在批评。现在他最新批评中国的民族团结法那北京的回应是说性质恶劣的政治挑衅这个是中国大陆外交部发言人他认为这是菲律宾有反华的势力，为了要谋取他们自己政治上面的一些利益所以呢大搞这个所谓舆论操弄混淆视听。你看到在媒体上面两边的口径或者是这个态度都非常非常的强硬而美国呢，美国的太平洋司令部司令这个司令部司令帕帕罗他就说没有国家可以主导印太地区所以这个地方这个是自由的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强盛到这样。我
我们来请教彬哥怎么看哦，包括在南海的问题以及中日的关系。中日关系看起来是好不了了，因为你说日本现在已经用防卫白皮书明白告诉你，中国大陆就是他头号敌人，这摆明就是这样子啊。那既然你把中国大陆视为他头号敌人，那中国大陆对你当然也视为敌人了。那双方都把对方视为敌人的话，那就准备开始军备竞赛了，不然呢？你没有别的解决之道了，大家就是硬碰硬到底啊。因为看起来至少在高市早苗任内是没有什么和解的可能性。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日本接下来就会开始急剧扩张。可是问题是，日本本身的经济状况现在是它很不好的时候，所以在这个时候，你的经济状况不好，你要把大笔资源投注在军事预算上面，那你还有别的余力去救你的经济吗？最近美国才刚刚让你稍微喘息一下去帮你救了一下你的日元，让日元稍稍回稳一点，可是还在157左右，其实离理想还差得很远。那这个时候你再弄一下，那个市场稍微一反转，搞不好又到160以上，请问你这样你怎么办？所以我一直觉得高市对他真正症结的问题他不去搞，那一直在企图用这种对抗的方式，看是不是能够转移国内的目标。我个人是觉得这个不是长久之计那现在他显然也不打算跟中国大陆和解，所以他进一步去制裁这个日本跟那个大陆跟韩国的钢材。当然，因为日本的钢材这几年被大陆跟韩国打得很惨，所以他们想要借这个机会来反制。OK 啊，因为反正对中国大陆来说，那你不要的话，那你要制裁我的东西，我相对我也会找你的东西来制裁。也就是除了原来已经在卡你脖子的稀土之外，中国大陆一定会去卡其他的东西。我看中日两国这样的发展，到最后就是恐怕两国几乎要慢慢彼此之间就是相互制裁到几乎没什么往来。那你觉得这样子双方会不会受伤？我觉得都会受伤。可是日本的量体比较小，你受伤恐怕不会比大陆轻那日本要决定要这样做吗？那当然，他们现在去开会要研究中国大陆可能的经济施压，我觉得很奇怪。这不是你在决定要讲出台湾有事、日本有事之前就应该先开的会吗？你不是先应该要沙盘推演去讲说，我讲了这句话之后会发生什么状况？你要先研究出来之后才去讲啊！你怎么会讲完之后再去研究要怎么办呢？那现在来得及吗？因为现在你已经采取一个对抗趋势啊。那很明显的一个就是有一个你根本解决不了的就是稀土因为你就没有这个东西，而且不止你没有，全世界都没有。所以稀土里头好几项是中国独门的，没有中国大陆你就什么都没有。然后你要建立产能或是现在要去开挖什么南鸟岛什么，根本都来不及。甚至很多稀土的冶炼技术，日本还不会。那请问一下，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大陆现在就是对你制裁，我跟你保证，中日这样发展，接下来你日本需要的关键稀土，中国大陆根本不会过去，一个都不会给你。日本现在已经，美国也是一样日本跟美国现在都在干什么？在拆冷气机，在拆这些废五金，就想办法从里头弄稀土。可是那种东西杯水车薪，根本没有办法救。所以接下来日本只要跟稀土相关的产业，恐怕都会很惨。那这个是根本不可能解决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一种摆在眼前的事，你还要去硬凹吗？那至于菲律宾，菲律宾现在其实它也是骑虎难下。然后讲小马可仕就是你想要玩三角形，可是玩得非常拙劣。你看东盟的外长会议之前，小马可仕才找了景泉来说，我们两国应该如何就讲完之后就去把这个民主礁，也就是黄岩岛，直接去跟联合国申请。那问题是这个岛现在谁在实质控制？中国大陆那你觉得中国大陆会怎么做？那我也拜托我们中华民国的赖清德总统讲两句话吧，这是我们的领土民主礁是我们的。对，所以你都不吭声吗？不要这么丢人好不好？是，来将军怎么看？美国印太司令帕帕罗他说这个没有国家可以主导印太地区。那反问一下，现在不就是美国自己想要主导这个印太地区吗？我们看最近的很多事情，你连算这个整体来看，你就看出来。第一个日本凭什么哪来的底气要修改这个安保三原则，还有无核的安保三文件，还有无核三原则？无核三原则哪三个原则呢？无核第一个，他答应不引进
不拥有、不制造哈，但是他修改哪一条？修改了不引进。那试问一下，你日本要引进，你从哪里引进？总不会从中国大陆引进吧？也不会从俄罗斯引进嘛？那不就是你准备从美国那边引进这个核子武器嘛？那你不？那第二个，我们再看南海，现在刚刚讲的哈，这个中国将南海岛这个黄岩岛哈画出领海基线之后，那视同领海基线画的就是领土哈。对。那极力在捍卫这边，但是没想到菲律宾在上个礼拜，他也将黄岩岛划为它领海基线也画出来，而且提交到联合国的秘书处哦，画出这个海图。那当然，中菲两国在这个时候啊，双方都宣布拥有黄岩岛的主权。那当然，双方在这个地方来讲的话啊，这个冲突争执必然会升高。所以我们看到在上个礼拜哈，不管是刚开始中国的海警哈，这个用棍棒啊打菲律宾的海警军人呐哈，还有驱离这个菲律宾的渔船哈，还有飞机，菲律宾好几次想要冲进去黄岩岛，那中国海警将他赶出来，但是现在升级已经升高了，升高到什么呢？升高到这个解放军是用海军进去了哈，海军跟海警联合，就原来只有海警，现在如果海军进去的话，那力量更大。那为什么海军进去之后，这个时候这个菲律宾哪来的底气在那边叫嚣这些事情？那不就是美国这时候华盛顿航母号开进南海了？那是不是代表说是你美国就是想要在主导印太地区？好，刚刚我讲日本，讲菲律宾，再讲我们台湾。我们台湾这周开始，今天开始实施汉光42号演习。我们昨天在大白话也讨论过哈。这个突然冒了很多美语老师来教我们国军讲英文哈，这个那你说这个从整个第一岛链从日本日本这个要引进核子武器，还有那台湾来讲在跟美军学英文哈，跟美语老师学军语哈，那南海那边这个美国的华盛顿航母开进这个南海，在那边跟中国挺菲律宾搞对抗，那你说？就是整个第一岛链这边哈，就是美国在这边搞事嘛？那你帕帕罗，你还讲说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主导印太地区？除了美国，我觉得就是你美国自己在搞印太地区。是。那现在关键是说，我认为现在这个不管是东海、台海、南海哈三海连线，其实现在已经擦枪走火了。我必须讲已经擦枪走火，就是南海已经擦枪走火，因为在黄岩岛那边，当双方都将黄岩岛划为领海基线画出来，都宣称拥有主权之后，那冲突必定是会加温的。那菲律宾为什么这时候赶在这个时候跟中国这个杠到底？我觉得第一个当然是有美国背后的支持，第二个我认为菲律宾自己国内的政情岌岌可危小马可仕现在来讲，他跟沙拉这边搞得水火不容的，互相他要弹劾副总统，另外自己国内经济由于这个荷姆兹海峡被封锁，它的通货膨胀高涨老百姓叫苦连天的，生活很苦，所以说我们看到很多老百姓已经上街头抗议。这个时候很明显的，我认为小马可仕为了转移这个国内这个不管是贪污的情形，或者是腐败的情形或者是国内经济不好的各种状况，转移民怨，他最好有一个方法就是也是要采取打出抗中牌，跟来抗中借以转移国内民众的注意力，转移民众的这种情绪这就很明显的叫做民粹牌，他也在打民粹牌，那跟我们台湾有异曲同工之妙。很像，是没错。来请教文琦兄，我看到了现在小泉进次郎讲的这件事情，坦白讲有点半夜吹口哨然后废纸一篇啦。因为其实你看到它所有的用法，其实当你看到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跟之前几次的所谓的文字诡辩游戏，坦白讲，它其实就是准备要对抗，因为它要收拾烂摊子。包含它其实如果你检测它的报告，已经有点从军事领域扩张到所谓的军事科技、外交、信息战，等于用综合国力要对抗。可是我要问，日本真的有这个底气吗？其实我没有，可是我们看到日本人还是有很多人脑袋是清楚的包含我们看到 CG 版上面说有32个议会，可是如果我们去查看一下日本真正的民意，其实就整个日本的民意有70%，连自民党里面也
应该说日本的民意有75%，日本自民党要改这个这个三原则的这个有70%的人，然后有82个地方议会都是反对的，所以我就说日本真正的民意不是站在高市早苗的这个立场，所以我觉得日本真的不要想太多。回过头你说看到了所谓的稀土，他们讲的这些啊，是不是很严重？很多人都觉得有问题。其实你只要回到最近这个我们的王毅跟所谓开完的这个东协加3，立刻就飞到吉尔吉斯，他根本就不见日本的外相茂木敏充，你就要知道中国的大陆态度踩得非常硬，所以到6月22号，你看看日本厚生省的这个大臣啊，这个众议院啊，桥本岳啊，6月22号跑到了这个中国大陆去见华春莹，他讲的那些话，我的意思说，当你好像表面上觉得你好像理直气壮，可是其实你已经是早就非常的一个心虚，所以我觉得日本在稀土跟尔后的这个所谓的战略对抗，我觉得他想太多了。回过头，如果我们再来看这个所谓的菲律宾，我是不晓得菲律宾的这些长官有没有看过我们这个所谓中国大陆拍的那个电影《投名状》啊。那一部电影在苏城之战的时候，那些人跟他讲：“我只是给你壮壮声势，我兵摆在旁边，我没有要真的帮你打。”所以我觉得菲律宾真的想太多了，美国人不会真的去帮他，所以我觉得这个菲律宾，你看到他的整个态势，刚刚从将军讲的所谓的这几次所谓的坐岛，然后那些所谓的海军跟他们渔民的这些，我觉得大家都看在眼里，所以我觉得菲律宾只是一只就是吠叫的一个小狗。回过头来，当我们看到了帕帕罗，你不觉得帕帕罗的这些讲话，不过有没有那一点味道？习近平讲的太平洋够大，容得下2个国家或更多的国家。当你帕帕罗讲这些，我姑且不论刚刚将军讲的，对不起哦。其实当时候，美国觉得自己是老大的时候，根本不甩中国的时候，你看到现在他的一个改口，不就证明了美国其实慢慢的在所谓的倒退。所以当我们看到了中国大陆针对菲律宾的这件事情，用了所谓的16个原则，他用的是什么？叫黄岩岛国家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它由4个部门，所谓的中国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跟草原局，很奇怪吧？草原局，还有中国海警局跟海南省人民政府的时候，做出了这个所谓16项的规定的时候，我坦白讲，你菲律宾到底在搞些什么？即便说要引进美国的势力，记不记得他的区域外的国家，区域内的所谓的东协国家，没有一个人站在他的，全部都区域外的，什么立陶宛啊、芬兰啊，是引区域外的国家。所以，当我们看到菲律宾跟美国底气不足的这个抗议活动，我还是要呼吁菲律宾，你要好好的想清楚，你当美国的朋友是危险的，当美国的什么那个是很会致命的。所以，菲律宾你千万不要误判真正的国际情势，否则你会被美国拖入无限的深渊。这才是真正的重点。不过现在川普自己是内忧外患，他很多事情得伤脑筋，包括您看到他可能身边有人要暗杀他。这是加州有一个男子，他潜入高球场去勘察，那保安就觉得哇，把他逮了之后，发现他家里面好多的机械弹药，可能他就是要做一些这个谋划可能要暗杀川普这样的一个行动。那当然幸好被终止了，可是这个危机这个阴影恐怕都还在。那另外，美国最新民调显示，民主党近10年首夺经济议题的优势，原因是川普真的搞得美国经济很烂呐，所以民主党就拿回来这个经济议题的主导权，而川普他本人他的声望已经跌到5%了，就是第2任期最低那我们再来看看，包括美军现在也很危险咯，甚至拉警报，这是来自 CNN 的一个报道。因为美伊冲突嘛，萨德反导系统拦截飞弹的库存现在已经被消耗4%了所以包括爱国者防空飞弹的库存也有一半被消耗掉了，所以未来包括你的库存啦，要怎么补啊？这个时间要很久啊，3年甚至更长所以这个也是对美军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警讯。那另外呢，川普为了要防堵中国，为了要把它锁在第一岛链，方方面面他都要想办法。现在川普施压国防供应链去中化。
所以逼得洛克希德马丁现在转向美国跟加拿大采购关键矿物。只是刚刚彬哥也讲了，有一些矿物你恐怕很难补啊，你只能拆旧的，然后尽量去把它提炼出来。而现在还有一个现象，我们看到伊朗现在周围的一些国家，包括巴林，现在出现了一些中国大陆 Made in China 的一些飞弹或者是武器啊，好，这是中国制造的 FK2000哦。我们前一阵子也为您报道，出现在巴林境内，它部署的地点靠近北部国际机场跟海岸方向哦，跟美军的基地非常近哦。那现场数套像这样的系统，而且哦，网上的资讯还显示，阿联酋也买了一批。原因是什么？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上面讲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哦，已经这些用弹、这些拦截弹已经几乎消耗殆尽，没了啦。你跟美国采购补给，美国也来不及生产啊，所以只能用中国大陆的防空系统或者是飞弹哦，这是它出现FK2000出现在巴林境内的最大原因。而另外我们看到呢，川普要防堵中国，还有一个新招，包括呢，他用最低价，还有加关税哦，要筑出一道墙哦，这是多晶系抗中围墙。因为这个东西啊，它是让太阳能面板和半导体的重要原料，而且成为美国在 AI 跟能源领域中跟中国竞争的一个重点哦，所以现在开始要做一些限制。而另外还有什么呢？它禁止中国资料中心的这个关键零组件啊，这个各种的这个法案现在都在推动，而且像是这个法案年底就会生效了。那彭博社的最新报道是说，宾士汽车它游说美国上调中资的持股红线到25%，原来是15%哦，理由是避免影响在美国的销售。所以你看到抗中的手段，从政府到民间，一招接着一招来。我们先请教这个将军。美军现在我们讲说在军事上面、军事定义上面的弹药我们这个比较狭义的那种弹药，它确实是已经是快打光了，库存已经快。但它还有一种弹药，就是川普的嘴我以为你要讲什么？川普的嘴那个嘴炮其实还是很厉害。你看。他随时喊打就打，随时喊不打就不打但是可是问题很现实，现在这个伊朗可能也看出来，川普大概只剩下一张嘴所以说伊朗现在整个战争的主动权在伊朗。但是现在你看到这场美伊的战争在哪里打？在中东地区打，倒霉的是中东这些国家我们刚刚讲的，不管是巴林啊、科威特、阿联酋这个沙特这些国家在他们自己国土里面打仗，然后美伊在那边打，那倒霉的是这些国家。那当然，伊朗攻击这些，他有时候是攻击美军的基地，但是有时候也会攻击到包括到这个美国科技巨头在这个地方的一些公司或者是办公场所，譬如说是亚马逊的科技中心就被打了嘛。那对中东这些国家当然影响会很大，因为他们除了卖石油之外赚了钱，但是他们现在很想转型成什么国际的金融中心因为我卖了很多油，我有很多钱，我就可以转型成金融中心，我也可能希望能够转型成这个科技的一个大国。所以我们看到美国的各个科技的巨头都到这些国家去投资去设厂。那当然，这个伊朗也很伊朗就打你这些地方，逼着就是你们这些国家，你把美军赶走，他的目的在这边。那美国原来提供给这些国家安全保护的，他用了什么是爱国者3这一类的导弹。可是伊朗这回战争我们看出来，他是打的这种叫做我们称之为不对称的战争他用了什么是他的导弹，有导弹也搭配到无人机，但是美军你的爱国者这个3你可以拦截导弹很好用，你用爱国者3去拦截无人机那真的是用大炮打小鸟，非常划不来。所以说，当你爱国者3用完之后，我们看到巴林这时候也引进了就 FK2000。FK2000是一种什么武器呢？你各位可以看一下这个相片这个我们这个上面也有这个相片，它是一辆这个运兵一部车辆大概6x6轮子的这种越野车对，那车上装了2种武器，一种是低空的导弹，它有导弹，还有什么呢？还有机炮也就是说
它这个在射程15公里之内，如果说它自己本身有雷达，它雷达侦测到无人机过来的时候，其实这个是打无人机非常好的。无人机过来的时候，它导弹先打，万一导弹没有打中的话，它那个机炮紧接着可以打，而且它有雷达、有电脑，它可以计算前置量，用机炮就可以打得掉。那无人机通常速度都比较慢哈，然后但是伤害性却很大，所以用这个非常划算。这个我们军中称之为这个野战防空的武器。但是解放军做这种武器，你看到它远程的，比如红旗9，然后中程的红旗22，然后这种近程的有 FK2000哦，这在2021年的时候才在这个航空展里面初次露相。那现在中东国家赶快就买，那这很讽刺的一件事情。他买来保护谁呢？我觉得变成在保护美军基地，所以美军基地现在变成说是中国的武器在提供他们防卫。因为巴林它一定巴林就是美军第5舰队司令部所在的位置，它摆在这边很明显的是帮美军在拦截伊朗的导弹，现在就很讽刺哈，是不是最后变成美军要靠中国的武器来保护？是，请教彬哥怎么看川普的内忧外患？这个川普，我看他就算他卸任了，这种暗杀的困扰还是要小心提防，因为他的激进言论真的得罪不少人。那美国这种意识形态是很严重，他一旦讨厌你，搞不好终身都会有对你不利的想法，所以川普自己要好好保重。那美国的维安人员也是辛苦，他大概随时随地都要防范的。那最近比较特别的现象就是，川普民调跌不稀奇，而且他也没有跌到谷底，因为他最低是34，他现在还有35。可是这是史上这10年来第一次，共和党在经济方面对民众对他支持度居然比民主党还低。其实低没有低多少，低了0.1%而已，其实在误差范围内。但是问题是，民主党过去是专门强调什么 LGBTQ+ 啊，然后什么人权啊、自由、社会福利啊，所以在经济的表现，他下来是不受美国人民青睐。就共和党居然在这一点都输给他了。那大家没有注意到发生什么事吗？这表示其中选举共和党遇到大麻烦了，因为等于他过去最能够吸引选民的东西都没有了。对，那他这个选举要怎么选？都输了。对，这个就会变成非常大的一个麻烦。那美国现在在伊朗这边，川普这2天不是又讲，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然后再怎样？但是我不知道会不会后天又来再给你一次机会，我不知道。但是美国的弹药耗损是非常明显，而且它的生产过度的缓慢，随随便便都是2年、3年、4年以后才能够补得回来。那这其实暴露美国一个非常严重的弱点是什么？就是你对伊朗这种中等强权，你都打得这么吃力，那就变成几乎可以断言，美国不会跟像中俄这种量级的国家开战，因为他没有本钱开战，他一开战他就已经完全丧失了去在全世界去压制的力量，他必须要集中所有力量去对付一个国家，那对美国的霸权来讲就是岌岌可危。那至于说美国现在要加速去中化，用各种方式想要去制裁啊，可是老实说，那些所有的东西都缓不济急，而且重点是，你美国好，你就算制裁了，让中国大陆的东西进不来，那你自己的产能怎么提升上来？你有多少熟练的工人？你有多少这些相关的生产线，能够让你的产品至少能够撑住？然后它生产出来的东西良率多少？你的价位在世界上有没有竞争力？如果你没有办法达到这样程度的话，你光制裁中国大陆有什么用？可是问题是，以美国现在要去生产这一类的东西，你要达到世界性的竞争力，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所以这是川普跟美国最头痛的问题。请教文琪。我认为，当然，川普的内忧外患很严重啊。如果套一句美国英国约翰格鲁布爵士写的《帝国的命运与生存之道》，你就看到了美国衰败之路。刚才将军讲到了这个所谓的嘴炮，坦白讲，你只要回去看，其实最近有一篇文章，我跟前子做一个说明，写得很不错。李祥宙，我们前国安部部长，局长，他写着美国第一次嘴炮的时候，记不记得是40天？就第二次这一次停了5天的时候，只有13天。你有没有发现它的间隔越来越短？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说它的武器的弹药量确实不足，已经不足以支撑它。所以连他们的参谋长联席会的主席凯恩才会讲说，一直警告川普这个东西可能会出问题。所以我觉得，当我们看到他的所谓的内忧，另外一个外患，记不记得最近发生了，包含所谓的我们的这个乌克兰不是远袭了1000多公里到里海去打了这个伊朗的商船，希望把它拖入，就是所谓让川普能够陷入泥淖。第二个就是当川普现在讲的这13天的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第二个
戳他后脚的就是以色列。纳坦雅胡在这个川普做了这件宣布以后，立刻空袭了加萨，造成了8人死亡。换言之，整个的川普的所谓的国内外的政治情势，乃至于通膨的状况下，确实造成了他相当的一个隐忧。所以我觉得美国的川普当然我们还是要感谢他啦，不管是川建国，或是他继续给我们示范一个娱乐的效果。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前次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另外是退役少将厉正杰将军，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另外是时事评论员胡文琪。前子好，大家好。好，我们来看台湾现在是长了赖友友的毒瘤吗？现在是家天下吗？我们先看到吴明昌，他是台糖的董事长嘛，铁杆赖友友，他涨台糖，现在爆发一连串的风波，包括我们看到的致癌油，你隐匿呀，你可以不报吗？是可以这样吗？这个吴明昌是这样讲，原料，这是原料，所以依法不需要通报，你自己在解释法律吧，所以我们看到，包括国民党的议员也到北检去告发他涉嫌渎职，可是他嘴巴很硬哦，他强调想做什么是别人的自由，我们台糖在法律上完全没有问题。另外，现在非常高价的苦茶油也出包了，所以大家在查到底怎么回事。一开始主管机关就告诉我们说，是用大陆的原料啦，就推给中国，只要中国进口了就不 OK。可是很奇怪呢，食药署去抽查去验这些库存，结果反转。因为中国大陆有进口有一些业者从中国大陆进口一些苦茶籽，结果本片皮是合格的呀，所以到底是在哪一个环节有人掺进劣质油？现在不知道要追查小农现在小农也人心惶惶。总之还没有一个结果。而另外我们刚刚特别提到了绿油油、赖油油年薪2000万，怎么这么好康啊？怎么这么好啊？这是 Nice 股东任国票金副董立委提案不得支持非公股代表，我们看到这位副董他的年薪高达2000万，王世坚就讲很多很大的金控都没有设副董，年薪也没有2000万这么多，你这么多到底标准是什么？所以赖士葆在朝野协商时候提出，要求财政部在改选公股的正副董事长的时候，不得支持非公股代表获得通过。我们看到为什么要这样子做这样的修法或是协商提案呢？因为有时候这些公股的公司，你很容易安插一些人，那安插了这一些人非富即贵或者就是谁的朋友，他们的年薪可以动辄2000万。包括我们看到吴乃仁最近不是被发现欠钱不还，还在外面吃香喝辣。你没有钱还吗？看起来不是啊。2019年我们看到这时候有一个讯息在媒体上公开的讯息，台本他的儿子、他的女儿，一个是台本的董事长兼执行长，吴一翰儿子是董事。你看他们夯不啷当一年可以领多少钱？两个人加起来3年来爽领7000万，你这个钱不能还吗？这个包括我们看到这个3年来7000万这两个人就领走了。可是爸爸说我没有钱还给台糖，欠了1亿多你这样子民间大家想一想都不太合理吧？而另外我们特别提到了吴乃仁，过去他是新潮流这个出身的大佬嘛，他自己说，因为他罹患了严重的帕金森氏症所以这个必须在外头接受治疗。可是我们看到这个FTNN 新闻网他独家直击，独家拍到他神清气爽看起来好像手也没有抖，脚也没有很小碎步啊，看起来非常体力很好啪啪照债留台糖，去法院找波郎的那8天法院说要去找他，找不到，可是他在高档的健身房，而且还有私家车来接送他现在这个媒体呢就问他就说你还去买冰外界有质疑，可是他不回应，吴乃仁并没有任何的回应。那现在法界也在讨论这件事情，因为你自己声称没有办法自理嘛，拘提不到你的人，可是你却出现在健身房
绿营的回应是什么？他说长者去运动都值得鼓励，这不是长者去运动这么简单的事情呢。你拘提不到哦。蓝营说感觉他没有在怕的，看起来你怎么样批评他，他都没有在怕的哦。所以王宏威说，台糖的董座要负最大的责任，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吴明昌。你拘提未果，你所谓债务协商，你协商到哪里去了？可以告诉大家吗？柯文哲就讲了，我们怎么跟吴乃仁比啊？吴乃仁是赖清德用政治生命保证他清白的人，而且吴乃仁侵占的是国家的财产，吴乃仁是赖清德的干爹，我们怎么跟他比呢？好，我们请教彬哥怎么看？这个毒油这个事情，现在就是看到了府院党全力为台糖护航，然后谁只要质疑台糖，他就说你们为什么不去质疑中联？所有事情都是中联的锅啊！你为什么不去骂中联，要骂台糖？不是，中联当然该骂，中联都被抓了，不是吗？中联我们有放过他吗？没有啊。但是台糖就没有他应该尽的责任吗？现在他们用力在解释说台糖那个不是成品，那是原料。哦，所以原料有毒就可以不用通报，这个逻辑上听起来就非常奇怪。这个我说真的，一般人真的很难接受这么奇怪的解释。他们刻意的去把食安法那个用非常极端狭义去解释，说那个东西是产品，那个东西不是产品是原料。那我问你一件事情啊，那个东西对台糖来讲也许是原料，它对中联难道不是产品吗？是啊，是啊，所以他才会卖给他，所以它是产品啊。对啊，对啊，不就这样吗？这不就是他就故意去偏向台糖那方面去解释嘛？那我也觉得很奇怪。今天是一般私人企业也就算，它是公营企业、国营企业，国营企业没有你的社会责任在吗？就算法律没有规定，你看到这个东西有问题了，你都不提醒一下主管机关说，这个好像有问题，你们是不是要去看一下？他也要担心这有可能拿去做食用油啊。是啊。我跟你讲，就算他没有拿去做食用油，你不要忘记一件事哦，油榨干之后，20%是油，80%是这个豆粕，这个豆粕要拿去干什么？当饲料。那猪就可以吃超标的本片皮吗？我是不知道，你们觉得这样安心吗？所以你怎么样去扯这些东西都说不过去，但你就可以看到，他们现在就是全力护航，然后全力在鬼扯。那可是现在越扯事情越大条，今天已经。大家都看到新闻了嘛，陆陆续续，你中央跑不掉了，20%就是你们拍板定案啊。那还有讲什么？中联的人也都在里头啊。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民进党选择做这种处理方式，就是要跟全民对干。那你既然选择要跟全民对干，大家就来干下去啊，就这样。不然我们没有别无选择，因为你选择要对干，那我们就只有看时间能不能让真相浮现出来，因为看起来真相越来越清晰了。那至于说这个国票的事情。国票的事情本来是因为，我们就直接讲吧，Nice 集团跟旺旺集团两个在争国票的主导权，然后争一争，大家觉得闹得不可开交，因为他们双方持股都差不多，都10%左右，所以公股进去了，公股就说好，你们不要吵了，公股来主持公道。结果呢，这个公股主持公道的方式是全力支持旺旺集团，不是这样 Nice 集团，因为大家都知道公股不可能会支持旺旺集团嘛，这个大家都晓得了。那可是好，你要这样做也就算了，我们也奈何不了你，这是你的选择权。可是你弄个副董，给他年薪2000万是什么意思？副董事长，那个他们国票内部明文规定哦，除非董事长不能逝世，不然副董事长是没事干。一个每天没事干的，一年给他2000万，你为什么不找我去当副董？我马上去。羡慕，对啊，就莫名其妙嘛。不是这个，所以今天为什么连民进党都不太敢包庇？因为事情闹大。这个事情其实已经闹一阵子，所以至少今天朝野有一个比较合理的通过方式，就是你必须只能支持公股，不能支持民股，就是这样。正常来说，你政府进去是要去解决问题的，结果你现在进去制造问题，那请问一下，你进去干嘛？请注意哦，这个钱不是你的哦，你是拿纳税人的钱进去的哦，然后把公司搞得乌烟瘴气，请问一下，这是对的吗？然后这个副董事长，我拜托你公股赶快进去修他们的公司章程。以后废除掉副董事长好不好？就不需要，为什么一定要有副董事长？很多金控都没有副董事长啊。坚哥说的没错啊。那实际上过去这种酬庸比比皆是。2019年的时候，其实我跟前子都已经讨论过这个东西了，就是当初这个吴乃仁的小孩吃香喝辣的事情。他们两个完全没有任何化工背景专业，就只是因为他是赖清德总统恩师的
吴乃仁，对，吴乃仁的小孩，然后他们就可以入主这个台本，然后入主台本之后，还自作主张去跟市场派结合，搞得乱七八糟，然后他们搞了3年，拿了7000万拍拍屁股就走。但是我跟你讲，他们现在又在其他的有公股的地方继续做董事，又在对他们还是这样做。所以你要说他们家人没钱吗？他光3年就 A 了7000万了，所以他们你说他爸1亿7千万还不出来，真的谁信？而且不要忘了，吴家柏就是台中的望族哦，所以他们家有的是钱。更好笑的就是吴乃仁这次被拍到的健身房，他儿子开的。哦，对，他儿子开的，所以人家有钱的要死啊！所以他所谓的生活不能自理，是说他去健身房运动的时候，旁边需要有教练的意思，是这样的不理吗？所以这根本就是鬼扯嘛！但是我请吴乃仁你注意一下，你去喝花酒也被拍，你去跟检察官吃饭也被拍，你现在去你儿子开的健身房也被拍，你早就被人家盯上了，谁在弄你？你应该心里很清楚。对，而且至少要进车吧？是啊，他是用高级的轿车当然接送的，是啊，上的管子也是豪华的管子，这个很难渡悠悠之口吧？来，我觉得这就是民进党，民进党就是这个样子这个台糖居然5月份的时候就已经知道这个本评比已经超标了但是你居然这个不动任何声色，也不讲话，然后一直拖到现在。如果说不是被这个爆出来的话，你到现在这个可能你也不讲这件事情。但是爆出来就爆出来，爆出来以后，居然民进党全党从这个府院党全力在保护这个，在替台糖讲话。我跟各位讲，台糖这种行为就像什么？就像有一个警察他本身受过很多的法律或者执法、治安的专业的训练。就有一天他在休假的路上，他看到有一个小偷在偷东西，然后完了以后，他这个之后他也不回去报告，也不报案，然后他的理由是什么？我现在正在休假时间，我休假时间我不需要去执行不是我执行时间。那请问一下，你这个受了国家教育，你是做什么的？我相信大概我们都知道如果说是一个执法人员或者是像医疗人员，就算是他在外面碰到紧急状况或碰到违反相关规定的话，他都会将这件事情回报或记录下来，或者去报案那台糖现在是不是干这种事情？那为什么台糖干了这种事情之后，然后府院党还要护航他？我觉得一定是利益交换嘛。那哪个利益？我觉得就是吴乃仁的利益，因为他对吴乃仁撤销管束那这个民进党高层要还他一个人情因为他撤销管束。那时候这个民进党说，那你把吴乃仁这个他已经答应法律协商，本来在管束期间的这个答应这个协商还款，那你就把这个管束给他撤销，所以关了12天就放出来。那现在台糖出了事情，当然要还他一个人情。那我们试问一下，国家法律是给你民进党这样玩吗？你就把国家的法律拿来当做人情，这样互相送来送去吗？那污染人这件事情，各位观众，你想想看，如果是你的话，这个你可不可以接受这种事情？因为吴乃仁总共欠这个国家欠台糖1.7亿这么多钱，然后台糖是债权人，但是这件事情本来已经欠了11年那么久都没有讲话，那突然在今年6月份莫名其妙就开始去跟台糖说，台糖去跟吴乃仁讲说你要还这个钱，不然跟法院申请管束。结果法院6月3号去拘提的时候扑空，就大家都以为你跑哪里去了？是不是？本来大家怀疑你是不是这个跑到这个大陆去了？就搞半天不是，他去哪里？去健身房，就是我们现在媒体拍照，他去健身房。我们国家法院就这么糟糕，所有连老百姓都可以拍到他健身房，就我们法院去管束、去拘提的人员，居然掌握不到这个讯息，那一直搞到整个到6月11号吴乃仁大概在外面的事情，把这件事情都瞧好，都安排好了，这时候才主动投案，以后才12天这个台糖就因为是台糖自己本身还是债权人的身份，他居然就撤销对他的管束，所以吴乃仁现在就可以又是恢复自由之身。所以很明显的，这个国家的整个法令被民进党这个拿来当做私人的人情在那边相送，也拿来当做玩法那我们现在平常讲，你又能够拿吴乃仁，又能够拿他奈何？我跟你讲，我们小老百姓真的是看到这种只能气在肚子里面，可是我们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人家有权又有势，可以用选票这个最少的这个最低的限度就是可以用选票来表达你的不满意。应该这样讲啊，就是刚刚诚如将军讲，你看得下去吗？你真的不生气吗？
就是按照吴明昌的这种说法，以前他们常常讲说，记不记得马英九时代，他说马长流，你不觉得这现在民进党执政的风格就像赖皮聊，他一赖啊，赖皮一皮天下无难事啊，对不起啊，我依法啊。可是对不起，我们要问的是，如果这种东西我们已经讲过了，依据食安法，如果他们好好的去看，就像英伟讲的那5问。我坦白讲，你根本就很难凹。可是他要继续凹的时候，我很难想象，民进党以前告诉我们的清廉、勤政、爱乡土，原来你的标准这么的低，你的爱乡土竟然是说，对不起哦，法律上没有任何问题。我说台湾人民，你怎么能够不生气？回过头来，刚刚我们讲说。反而打了脸哦，他们可能想说，是不是又可以把这个罪拖到中国大陆的这个所谓的苦茶油的纸，是不是有问题？结果反转以外，我觉得一个最好笑的是我们这个魏主任，就魏主任讲了这一番话，我跟我们的前子报告，哇，当初他们跟我们讲说食品云食安无法，说好棒棒哦，可以上游源头管制，绝对不会再出包了。他现在这句话说，现在只好交给警调，不就代表了所谓之前的食安五环所花出去的那些钱跟那些机制，全部统统都没有。不要忘记哦，这一套食安五法之前审计部在2年前就已经告诉他们，这个食安五环有漏洞。对不起。你说他们有没有超前部署？那好，假设你们现在又要技术性的说都是本田比 BAP 的东西，我就呼吁民进党政府，我们一直讲，你就把这几年所有应该要验的 ABCD， 从包含 BAP 就本田比，还有其他的，你把所有台湾各县市蓝绿白，你全部都给他公布，你不要只公布一样，你敢不敢？我就讲。专家会议的那些专家，你到底专家在哪里？所以我说，民进党还要再凹下去，台湾人民你怎么可能不生气？然后再来，我们看到了这个所谓的 NICE 集团，我还是要呼吁啊，当你看到了吴乃仁的家族，对不起，一个总统说要用清白保证他的政治生命，还有我一直强调的马铃薯什么都没做到，你只要看到吴乃仁的家属，如果刚刚彬哥我们看到的资料，公司派跟市场派，人家公司派原本要挺你，就你说又转到市场派，你看看这种人。根本就是不感恩，而且还会窝里反的。你对于吴乃仁现在会出包，人家怎么会看得下去？因为你就是这种档次啊，你拿到了好处就跑人。所以我说，今天吴乃仁最重要的一个对我们台湾人民的说，我们开始要怀疑我们的中文程度有差了。奇怪，什么叫做严重的帕金森症？什么叫做无法自理？是屎尿无法治理吗？然后竟然还能够在严重的帕金森症跟无法治理的状况下，可以坐着豪车，还要吃冰。我不晓得看的是西医或中医啦，你还能够去那里，然后说爽快快的买个冰走。对不起，这像吗？这像话吗？所以当吴乃仁的这件事情如果继续，我只能讲就。所谓的非绿阵营，吴乃仁继续下去也不会不错啦，因为他会变成一个历史的耻辱柱，让大家看原来民进党执政下的量能就是这种人，全部都在当家做主。所以我们呼吁民进党如果要继续这样下去，还有最后一件事情我要讲，当我们看到刚刚彬哥有提到那4、5个检调跟吴乃仁吃饭的那件事情，陈宏达也讲话了。我的意思是，这些人有转型正义，我们将来就要再转型正义。这些你们拿国家薪水的，你不是拿民进党薪水的人，你们这些公务人员不要蠢到爆，可恶到爆。